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三幻史上第一个女魂将 SP 孙尚香。SP 孙尚香和其他魂将一样，会有两个羁绊，以太史慈为羁绊的孙尚香适合妾后队，以马云禄为羁绊的孙尚香则适合女团。今天我们先来聊以太史慈作为羁绊的妾后香，之后会再出一集视频来说马云禄羁绊的女团香，就让我们马上开始吧。SP 孙尚香的怒攻会对敌方后排造成132%伤害，并且本次攻击会随机提升20%至80%的最终伤害。这个技能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我只能说好的不学，偏偏去学太史慈随机爆发那一套。这大概就是使用太史慈当羁绊的副作用吧。也因为如此，妾后香的怒攻伤害会比较不稳定，会有一定的看脸成分。不过没关系，好在妾后香并不是以怒攻来打伤害的，妾后香的怒攻主要还是用来服务龙魂技的。怒攻的第二个功能会为敌方后排添加2层破绽，持续2回合。每层破绽会使敌方受到我方武将的怒攻和龙魂技伤害时，无视防御提升5%。妾后香在3火后开场就会为敌方所有武将赋予1层破绽，1火后破绽的能力还会再次获得提升，每层破绽会降低5%，最终免伤。每次受到怒攻和龙魂技伤害时，在伤害结算后还会损失此伤害20%的生命。妾后香是突击型武将，因此开场就会满怒先释放怒攻。在不考虑破绽有可能会被抵抗的情况下，加上开局的1层破绽，妾后香在释放龙魂技前，敌方身上就会有3层破绽的减益，可用来提升龙魂技的伤害。当然，开场的破绽还是有小概率会被穷奇清除的，但怒攻后的2层破绽则不受穷奇影响，全看对方的异常抗性高不高。妾后香的破绽和邓艾的急袭一样，基础概率都非常高。唯一的缺点只是妾后香并不像邓艾一样有专武自带的异常命中加成而已。妾后香的龙魂技会攻击敌方全体，造成126%的伤害，并且对敌方后排的攻击还会附带30%最终暴击率和暴击伤害。龙魂技的输出就比较稳定，不会像怒攻那么飘，而且也保留了香香虽然是妾后队，但却也可以攻击到前排的特性。当然，香香最大的伤害还是在打后排的，这点并没有改变。不过这龙魂技看起来也很普通，伤害真的会比怒攻高吗？而且感觉也和怒攻没有什么联动啊。先别急，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太史慈的羁绊可以提升18%妾后香造成的伤害，并且我方武将每次对敌方后排武将造成暴击伤害时，会获得1层不可驱散的圣击，持续2回合。每层圣击可以提升20%怒气，降低抗性，10%怒气回复速度和10%被治愈率，最多叠加4层。妾后队最怕的就是怒气不够，圣击可以让妾后队的回怒更快，也可以降低被减怒的概率。至于治愈率这点，是女团香比较能发挥的能力。1火后，圣击的能力会再次获得提升，具有圣击的友方武将，每层圣击会提高5%，最终免伤，并且每次受到怒攻和龙魂技伤害，都会在伤害结算后回复伤害的20%生命。这算是加强了一些妾后队挨打的能力。别看这减伤只有1点，只要叠满4层就能有20%的最终免伤，80%的减怒抗性和40%的回怒速度和治愈率，这可是很补的。太史慈羁绊所提供的最重要技能是在开场赋予魂香3层红剑的能力，每回合结束时减少1层。红剑是妾后香的核心能力，只要有红剑的增益在，妾后香的龙魂技消耗就会减少1点，只要2点龙魂值就可以发动龙魂技。最重要的是，每1层红剑还可以使妾后香在释放怒攻后获得1点龙魂值和125点怒气，并且同时还可以降低命中单位125点的怒气。首回合有3层红剑，就可以使切后香在发动怒攻后马上获得3点龙魂值，
并恢复自身和扣除对方375点的怒气值。有了3点龙魂值，切后香在释放完怒功后，就可以马上再释放一次龙魂技。之后只要普攻一次，获得1点龙魂值，又有2点龙魂值，可以再释放一次龙魂技，输出频率会非常快。再来 ，SP 孙尚香的回怒方式，从原来的吸取怒气，变成了直接回复怒气后，回怒就变得更加稳定了，不再受敌方武将身上有没有怒气影响，也不会有和邓艾争抢怒气的问题出现，间接的提升了和邓艾配对的效率。3火后的切后香，除了可以提供开场的1层破绽外，也提升了香香 50% 的怒气降低命中加成。最重要的还是给了香香龙魂技对怒气值低于300点的敌方造成的最终伤害提升 50% 的能力。切后香的怒功自带减怒能力，所以即使不依靠队友，也能独自激活这个最终伤害提升的能力。在面对有初始怒气600点的武将，比如诸葛果，只要后排怒气风物质不输给对面也是没问题的。唯一几位会比较麻烦的，就只有750点初始怒气的高顺，还有就是雷云和法正这类有机会站后排的突击型武将。若遇到这些人站后排，切后香的龙魂技增伤在第1轮就会打不出来，这是切后香最大的弱点。5火后，切后香会获得2个能力。第一个能力是在首回合，每当有队友释放怒功或龙魂技时，切后香就有 50% 概率会为自己回复1点龙魂值，整场战斗最多触发2次。切后香一般都会带上邓艾和雷云作为队员，因为邓艾的怒功频率高，是最适合用来激活这个效果的武将，可以确保这个只能在首回合回复2点龙魂值的能力不会被浪费掉。带上雷云是因为他开场就可以先释放龙魂技，赌的就是开场龙魂技就能先让香香回复1点龙魂值。只要有了这1点龙魂值，再加上释放怒功后获得的3点龙魂值，切后香就可以在开局无间断的连续释放1次怒功和2次龙魂技，先给对手下马威。若这3次攻击都能产生暴击，就能立刻激活助战白虎的回怒1000点，再次释放怒功，再次释放龙魂技，直接把白虎套全部打完。不仅输出爆炸，也可以在开局就让全队直接叠满4层圣机，打下好的基础。5火的第2个能力是，若有敌方后排武将死亡，切后香就会再增加1层红剑，并使其余敌方武将的当前怒气和怒气上限降低500点，每场战斗最多触发1次。只要在首回合有一个后排武将死亡，切后香的红剑就可以叠到4层。4层红剑状态下的切后香，每成功释放1次怒功，都可以获得4点龙魂值，接着就会再送你2发龙魂技，整个滚雪球效应是非常可怕的。只要有助战白虎和击退回怒等效果配合，切后香想要在1回合内连续发动6次以上的龙魂技也是没问题的。关键还是看你是否能尽早击退后排一人，只要敌方后排有软肋，先被切后香打出一个突破口，剩下的都好处理。基本上切后香的胜负全在于自身的输出能力和对手的后排是否有软肋，可提供突破口。什么时候能打掉对面的一个后排，将很大概率决定胜负。若是白虎连击套都放完了，才打掉后排一人，这场战斗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了，非常吃双方的硬件。另外，只要后排有人阵亡，其他敌方武将的怒气上限就会被降低500点，这个能力是会附带减怒效果的。它会连带将武将现有的怒气也一起扣掉500点，让其他武将没有反击的机会。所以只要能先切掉后排一人，切后香就会有很大的优势。至于降低上限500点这个能力，只对2个武将有效，一是姜维，二是女团香自己。怒气上限对姜维来说就是增伤上限，对女团香来说就是攻击次数，这个等我们聊女团香时会再解释。SP 孙尚香是游戏上线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以龙魂技来输出的魂将。如果往后你的主力也是这类型的魂将，以后只要看到任何有增加龙魂技伤害的属性，都要优先获取。
接着来说说切后香的战魂推荐。在陆服早期曾经流行过一套香香怒瑶灭队，用的是弱点瑶光，原理就是利用邓艾、孟获和怒焰灭息上减役，然后再让魂香和雷云来打开场伤害。不过因为国际服，邓艾专武支援队友暴击率的能力被拿掉了，因此切后香在没有队友能支援暴击率的前提下，只靠龙魂技那一点暴击加成，恐怕很难稳定的打出暴击伤害来。所以还是会比较推荐切后香带长驱瑶光来增加暴击率，毕竟有没有打出暴击，在伤害的差距上影响还是会很大的。最后来说一下抽取建议，切后香的最低上阵要求是3火，至少也要把龙魂技增伤开出来才能玩。不过在老区只有3火是不够的，因为老区的情况会比较尴尬。老区的魂香因为出的晚，因此接连错过了几个大型活动，比如烟花庆典、七夕买1送1、1周年等活动。这些活动都可以大量获得 SP5降碎片，这也导致了大部分的中氪玩家现在都已经有齐5火雷云和魂槽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区的切后香其实并没有什么优势。如果你的切后香没有5火，基本上是打不赢有2个5火魂将坐镇的队伍的。因此切后香只推荐给有能力在1期内就拉满5火的大氪玩家去玩。即使是中氪玩家，我也不推荐你现在去玩切后香，因为很大概率会跟不上版本。切后香2个月后就会被下一个魂将左慈的盾队给克制，到时才拉满也已经享受不到切后香所带来的快感。但这一情况在新一点的区又会有所不同，特别是在还没有进入魂槽的后服和即将开放的庆典服里。在这些服绝对不会有人优先去拉5火魂槽，因此切后香在后服的环境会相对舒服很多，比较推荐后服或新服的玩家去玩。切后香可以不玩，但 SP 孙尚香却不能不抽。别忘了它还有一个比较平民的女团香羁绊可以用。SP 孙尚香在 PVP 以外的用途也很多，偶尔打伤害排行榜和山河时都可以派上用场，用途不会输给雷云太多。SP 孙尚香最大的优势就是2个羁绊都分别有各自的用途，什么时候需要切后香或女团香，只要切换一下就可以了，非常方便，算是少数2个羁绊都很有用的魂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